大家好，下方施作的芋头菜床呢，勉强算是非常超前的布局哈。当初的设想呢，主要是用来遮阳，当然这长得高大一点后呢，对于降低土壤温度也很有帮助啦。观众朋友您呢，如果发现前阵子非常难与育苗成功哈，这跟长日照造成土壤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啦。而遮阳的另一个目的呢，是提供蚯蚓舒适的环境哈。土壤湿度对蚯蚓的吸引力很大之外呢，阴凉的效果更是明确啊。这日后再把芋头采用血质的实验成效整理出来啊。由于当初施作后呢，天气一直不稳定哈，虽然不是时常下雨啊，但是每次降雨的时候呢，总是又急又狠哈。加上这下方是水田的土壤结构为主哈，很容易变得又湿又黏啊，也导致下方的种植空间呢，一到6到8月的时候呢，耕作的选择就会变得非常少了。而这在家庭种植上呢，也是很多人被迫休耕养地的其中一个原因啊。毕竟要逆天种植哈，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哈，却不容易有好的收成啊。所以这段时间的种植呢，个人也是大都移到后院去了。而现在的做法是哈，利用种植芋头将菜地进行区隔啊。每个位置上种上4颗芋头哈，一共种下24颗芋头，来隔出4块菜地啊。这样的做的布局呢，主要目的是要延长明年春末的作物种植哈。毕竟芋头叶需要点时间让它长到够大哈，才有办法遮阳。而芋头种植采用血质的方式呢，会有不少的额外效果啦，尤其在保湿与靠蚯蚓施肥哈，有很大的帮助了。另外，在内侧挖出一条沟的用意呢，除了希望可以定点浇水，让水利用流动的方式滋润土壤外呢，也是在避免时常从菜床上方浇水，造成土壤板结啊。利用手动的方式呢，透过沟槽蔓延哈，补充水分啊。而片头挖出沟槽的工具呢，拿来清除环绕水池的淤泥哈，会比使用勺子轻松省力许多啦，也不容易带水上来哈。然而休耕期间呢，并没有忘记观众朋友的提问啊，如何从市场买回的芋头自行育种的这个问题哈。老实说呢，芋头种植时呢，大都是采用移植长出的幼苗啊，也只能把芋头当成地瓜想象进行培育看看哈。为了模拟市场买回来的芋头状况呢，采收完之后呢，将芋头外皮先进行修整啊，除了将一些突出的芽点都切除后呢，再将芋头对切哈，对切完之后再采用直式与横式再次对切啦，最后将这4片都埋进土里，并进行浇水哈。会这样做的考量呢，是因为从市场买回的大芋头，除了已经修整过了，买回来的当下呢，应该只是想切取部分进行种植啦。到目前的做法呢，就是把种植的难度先拉高哈，因为实在不清楚哈，买到的是已经处理到哪个阶段了。先找出可行性之后呢，再细看影响的原因啦。只不过呢，事情显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哈。经过2个月之后呢，这花盆里面只长满了草了，却没有芋头苗长出的迹象。拔掉杂草后呢，再观看内部的芋头呢，只见几乎全部腐烂的差不多了。于是又拔了1颗芋头哈，再次切成4等份了。这次就直接摆在木瓜树下哈，而没有用土进行覆盖啊。结果一样是没有育苗成功啊。后来有在思考了，是否采用水培的方式
会有机会哈。不过只能说抱歉哦，个人目前没有继续做下去了。老实说呢，如果可以买到小芋头哈，选择不切开的方式会比较容易啦。而若是附近有人种植呢，跟他要个小苗哈，通常也会很愿意给啦。毕竟幼苗会不断长出啦，拔除才有办法长大棵啦。开口问呢，也许会是更为快速的方法哈。接着回到前院种植环境修整的部分哈，由于前阵子的重点摆在后院啊，这芋头菜床呢，套句最近的说法呢，就是采用类放养啊。原本种植时挖出的凹槽呢，已经被自动填平了哈。另一区采用穴植后发现呢，生长的相对快速不少哈。所以在施作芋头菜床时呢，并不是在进行覆土啦，而是将土壤在芋头围出一个新的凹槽哈。这样浇水时呢，不但容易有蓄水的效果哈，蚯蚓也会容易在内部呢产生许多盐分。现在采用不同方式种植的原因呢，除了因为搭配种植环境的规划外哈，也因为采用自然农法，不使用化肥后呢，发现了地力的变化，所以又试试不同的种植方式哈。由于芋头本身耐旱又耐湿啊，拿来绿化环境也很好用哈。如果空间足够呢，或是没有时间管理，芋头算是很好的选择。而另外一个特性呢，是它的生长期要比较长的时间啊。如果空间用不完呢，又想美化环境或是降低长草呢，芋头也是一种很好的美化环境作物了。长天期作物呢，对于种植环境改善非常重要，要维持住种植空间，随时都有作物哈。长短天期的作物得搭配种植啦。若只是种植短天期的叶菜类哈，看似 CP 值比较高啦，却会导致一下就采收完，又要重新开始哈。这样要做出美美的菜园，又保持着多样性的作物，难度就会非常高啊。也因为如此呢，今年才又加入长天期的作物蒜头种植啊。总之呢，不管种植的目的为何哈，如果要有休憩的感觉，种一点长天期或是可以反复采收的作物呢，也会比较轻松一点。现在正在做的则是实施定点浇水啊。在种植环境不断调整后呢，目前已逐步开始规划往省事、省时、省力的种植方向努力了。定点浇水，让水沿着一旁的沟槽流动过去啊，再让水自然慢慢的渗进去土壤哈，可以减少从菜床上直接浇水啊，间接的也可以拉长土壤产生板结的时间啊。而若是使用自来水，利用水管浇水，也会省事不少啊。很多人会很向往退休时哈，可以种种菜、养养花啊，但是前置作业啊，一些粗活会比较需要体力啊，所以这也算是超前布局哈。趁现在体力还行，先把一些粗活给做掉，这样之后才可能有退休时的轻松种法了。不然光除草整地哈，大概做个3天就会想放弃了吧。个人的想法是从外围做起哈，说不定日后会搬回来这里住了。不过呢，这还得看日后整理完的状况就是了。如果您羡慕种菜养花的生活呢，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哈，动手做就对了。谢谢收看。